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科技烂的频道。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一家云服务器厂商，的名字叫做 BrainHost 这家呢是25年新进的一家厂商，他家主打的就是高性能的云服务器，以及带有 DDoS 防御的高防服务器。他家有3个数据中心托管美国的西部、香港、日本这3个地区。那我今天会把这3个地区我测试下来的一个情况全部跟大家分享，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来进行一个选择。他家呢是可以支持 Google 直接注册登录的，不需要你再认证邮箱，就直接登录了。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订阅，点开它这边就包含我们刚才说的3个地区。这边呢我们可以进行选择，它这块是1核2G 30G 的硬盘，以及一个 IPv4 1T 的流量，每月 7.99， 然后我这边有 3% 的优惠，大家可以直接使用我这边的一个链接，这块的代码复制一下，它就可以有对应的折扣，你可以点击购买，这边点击下一步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有添加卡，包括你的 Visa、Master、Apple Pay 还有 Google Pay、支付宝，直接这样的去支付。好，那我们简单来看一下这一些机器的一个基本情况。我们是拿这3个数据中心的机器来进行的测试。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这边用的是比较先进的 AMD 的机器， CPU 性能会很好，其余的亚太地方都是英特尔的。内存是 2G， 虚拟内存你可以后期在系统里自己改。硬盘香港这边会更大一点，然后这块呢定位是在美国的西部，这个是日本的东京以及香港。它美国的机器上游是OVH， 那就意味着它天然的支持 OVH 的高防 DDoS。 如果你有需要防御的业务，可以去考虑这样的一个机器。是对它的 CPU 的一个详细的阐述和评分，这个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。这边呢是它的一个硬盘的性能，然后 OVH 这边是一个美国原生的 IP， 这块是流媒体以及 AI 的解锁情况，这块是 DNS 的延迟情况。待会儿我们会上机去看一下具体的路由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实际的机器情况。这边呢是美国的这台机器，这块是香港的机器，这个是日本的机器。那 OK， 那我下面是日本的，我们选择这个8，做一个路由情况的测试，因为这样要比博客上看起来更直观，更现场感一点。这边我们也是选择8，选择1。这个地方我们同样选择8，选择1。好，那我们来先看日本这边的，其他的让他们先去找。这是电信的情况，这是日本到国内的一个回程，电信都在200多，它这个是绕美了。北京移动60。那这么看，这一台日本的机器更倾向于移动机器，连接性能还是非常快的，它应该走的是 CMI 的线路，都是东京到香港，然后转到国内，因为香港移动这边有它自己的一套线路。这是日本的情况。香港这边的路由情况是北京电信到香港177，上海298电信，感觉最近的电信都很拉呀。联通要170到北京，210到上海，160到广州。香港的移动也挺拉的，也很绕，都是绕美到上海到北京。移动、联通、教育网香港还可以。这样，如果你关注回程，目前看日本移动会更好一点。如果你只注重海外业务，那美国这边更有优势。我们看一下美国这边的3网，你会发现你的延迟在200多，基本上都会到美国去一趟，所以这为什么说是高防，肯定都是会到美国那边去清洗。3网都是200-300多，因为 OVH 上游它其实对国内线路都不会有特别低的延迟出现，所以根据我们测试详细的一个结果情况看，亚太地区香港、日本其实延迟也并不低，只是相对美国是比较低一点的，但是也都在200多左右上下，都会去到美国那边清洗，所以他们都是具备高防能力的。这也就是目前业内高防的一个现状。
你又想要高仿，又想低延迟，基本上是不存在的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BrainHost 的3个地区的机器的一个基本情况。性能更好的是美国机器，延迟更好的是日本移动，对移动回程会比较好一点。3网的情况延迟都因为它都会有一定的清洗绕美，延迟会相对来说较高，这是我大概体验下来的一个情况。如果对这类的机器比较感兴趣，欢迎小伙伴们可以去关注一下。那我们今天这期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